置產客不說的秘密：36萬戶交屋潮會讓房市崩盤嗎？先說結論哦，不會，就是不會，因為就沒發生嘛。2025年才是交屋的巔峰哦，真的哦，交屋潮的巔峰。結果你看現在都2026了，有什麼大事嗎？還沒有啊，沒看到啊。哦，反而是股票3萬點，市場整個很有錢，對房地產又躍躍欲試。你這樣還擔心什麼？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哦。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被隱瞞資訊你該怎麼辦，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2026交屋潮會讓房市崩盤嗎？這次我們來聊一個你可能有聽過但不太確定答案的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2026交屋潮撞上限貸令，貸款成數不夠，購屋族解方一次看懂。這個內容就是在說內政部預估，因為史照他在發的嘛，內政部預估2026到2028年將迎來32到36萬戶交屋潮，有可能會讓貸款額度接近上限，怎樣又怎樣的。所以有可能會發生4種情形。第一種，貸款成數不如預期，就是本來預計可以貸8成的地區变成7成5或7成。好。第二點，銀行估價趨於保守，只要銀行的建價低一點，銀行說我還是貸你8成啊，只是建價很低，這樣就這樣會有這種奇怪的現象。第三點，核貸程序拖延啊，就是以拖代變，貸慢一點，看你会不會去找別家。第四點，銀行直接拒貸，用一些話術或者還有軟釘，那個軟釘子是怎樣一箱一箱的呢？以拖代變也很常見啊，去問了以後啊，就1個2個禮拜沒電話，人家故意的就這樣。或直接拒貸。好，這些就是會發生的狀況，會发生在滿水位的年代那大家都哀很不好貸款。然後Twitter上面也有人見獵心喜就講出了他聽到的版本。你看，你讀一下，反正就是最後他暗示什麼未來申請房貸會很可怕，你要自求多福之類。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念一下，反正就是他說他路過銀行的貴賓室然後聽到人家在討論那銀行內部的人員在討論說以後可能要限制貸款等等，因為交屋潮的關係。我看這內容是覺得有點奇怪，就是哪間銀行貴賓室做到經過的人都可以隨便聽人家講話，然後又剛好被聽到2026到2028有30幾萬戶要交屋，怎樣又怎樣，我覺得怪怪的，這個就怪怪的，有點帶风向的樣子。好，扯遠了所以我們這次就來講說這36萬戶給他交屋交下來，會不會真的讓你貸不到款首先讓我來嚇嚇你來，你看這張財訊整理的2020到2027的交屋數量，你看看起來很可怕2025的交屋数量暴漲呢，暴漲到14萬4呢，之前都賣10幾而已還有那個10萬以下的。然後2026、2027的交屋數量就降低了，維持在12萬戶左右。你還記得剛才我們講到的新聞嗎？內政部預估2026到2028將迎來32到36萬戶的交屋潮。然後剛才裡面的表有寫了2026、2027的交屋數量就各12萬戶，也就是說2028的交屋數量大概也就是12万戶而已。你有發現問題了嗎？問題就是預售屋的交屋數量高峰高潮啊，就是2025年交了14萬4好，那交屋的14萬戶有帶來什麼問題嗎？我們的確有聽到貸款額度降低、銀行排波等等的狀況，但好像也就這樣而已嘛，對不對？然後杨金龍杨總裁央行的那個總裁杨金龍杨先生還在去年12月的央行理監事會議說要放鬆管制。放鬆管制是我講的他沒有說他要整個放鬆，但是你聽那個意思就是這樣銀行要怎樣回歸定期報告，就這樣。所以人家央行大總裁他都沒擔心了嘞，所以你要知道不用擔心交屋潮的問題我先問你一個問題你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喊史上最大交屋潮的嗎？這個名詞嗎？我查到最近的時間是2024年，然後喊到現在2026，對不對？還在喊當然你說這個數量有沒有變多？從交屋的數量上來看是有爬升有變多，但事實是怎樣？就是交屋的高峰已過，這些2025交屋的那個貸款再怎樣都解決了啦。所以媒體要搶新聞版面就開始用加法，一年的數量看起來真的還好，不然我加一加，加3年好了。加一加，我講到36萬戶，哇靠，這太厲害太恐怖了吧？這個可以就拿來
嚇人哦，來吸引點閱率。啊，你都要加，你幹嘛不繼續往下加？你就往下加，5年有60萬戶要交屋，10年有120萬戶要交屋，所以台灣房子太多什麼？這就是一種媒體博眼球操作的方式啊，所以我們會看哦，有在市場中的人看，我看這個數字，我就覺得怪怪的啊，也不要怪他們哦，因為今天如果我是記者，我也這樣幹，我也這樣幹啊，不然會被上面電嘛，就說為什麼你寫的新聞板板正正的，沒有人要看哦，你寫一些狗血標題之類，那我會說。這個交屋潮不太需要擔心的原因是，你如果3年要交屋36萬戶這件事情，你聽起來覺得超恐怖的事情，你認為楊金龍楊總裁會不知道嗎？內政部會不跟他講嗎？就說好，我們這要交屋36萬戶，然後那個內政部全體聽令，絕對不能夠告訴楊金龍楊總裁，絕對哦，我們就要弄他哦，屁啦，怎麼可能？這個都公開的資料，楊總裁都會知道啊。然後今年2026。我在講一個東西，新青安，對不對？新青安今年2026到期前，可能又會出現大量的生代人潮啊，因為就要到期了，就要改新青安 Pro 啊，改新青安 Pro Max 啊，新青安 Ultra， 我不知道到時候要用什麼名字。他會不知道嗎？怎麼可能？而且那個為什麼我說會跑出生代人潮？因為王世堅議員黃珊珊議員都已經在質詢說啊，為什麼60幾歲的人你讓他用新青安？60幾歲哪國的青年叫60幾歲啊？為什麼年收入200萬你讓他用新青安？這暗示很明顯啊，就是接下來的新青安可能怎樣限縮，可是會不會有？會有適用的人數會變少，然後政府會說你看啊，有啊，我有提供啊，是你不符合資格而已啊，所以現在新青安的目前條件就要絕版了，今年就要絕版了呢，你就趕快去用啊，大量的生代人潮，央行總裁會不知道嗎？他怎麼不知道？怎麼可能不知道？他都知道了，而且他都知道的情況之下，他跟銀行講說。那銀行你們就那個定期回報就好，那個什麼房貸什麼總量餘額那個 35%、36%那個就算了，你們就定期回報就好。這代表說什麼？代表說堂楊金龍楊總裁他也不覺得這個在未來會是個問題啊，甚至說這個最困苦的時刻已經過去了2025年重大的交屋潮，然後到2026也還好啊，也沒看到誰在那邊跳樓或者什麼的。好，我們再退1萬步說，如果今天真的銀行又出現了滿水位的問題，會發生什麼事？這個我們其實去年就看過，就是建商貸就會出現了如果你貸不到80%，那建商就來看怎麼樣貼給他，不能放寬，因為他沒有銀行的牌照，可是就是看嘛。然後壽險業者會跳出來做房貸，然後那個民間的那個什麼中租他們也會跑出來，他們又沒受滿水位的影響管制，而且不要忘了現在是台灣人有史以來最有錢的時刻，真的是最有錢的时刻。有錢到什麼程度？那個台股3萬多點，我不知道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台股的震盪如何了。但我這樣拍的當下這個台股要3萬多點，這誇張台灣有史以來最有錢的時刻，你甚至可以這樣子說，台灣有史以來經濟以來最好的時刻，那個 GPT 8點多，哇，什麼東西？美國都還2而已，我們台灣都跑到8。你有沒有在脆上面看到大家都一直在那邊講說自己買股票賺多少錢賺多少錢然後那個股板還出現了700萬變3億然後那個脆上真是一大堆，你就打台積電就好了，大家都在曬小股民也在曬，說什麼一天買1股台積電是我有生以來做過最好的決定，然後看一下它的損益加90幾萬，很不錯啊就是這樣，有史以來最有錢的時刻我在 PTT 也看到一個文章說什麼吃飯的時候聚會說股票賺了很多錢所以現在看2000萬的房子，以前覺得超貴，現在覺得還好要現金買都可以。總之一抓一大把啦，我要表達就是說，如果你在2024，你看2025，那你覺得说，我靠，房市好危險我理解，因為那時候我也覺得好像怪怪的，因為大家都沒碰過這個狀況。但我們都度過2025了嘞，然後現在大家是現金最多最有錢的時刻，然後跟我說，我覺得2026房市好危險有可能會崩盤。這要怎麼崩？現在到底要怎麼崩？我倒認為劇烈的天然災害還可能比較導致，那也不叫崩，那就是那一段時間就沒有人敢買賣了，就這樣要賣也賣不出去，要買了怎麼可能會去買？你看花蓮4.3大地震以後，天災4.3大地震我讀到一個資料，我覺得超扯，就是說4.3大地震你還記不記得？4.3大地震幫你複習一下，那天我還躺在床上因為那個交通時間有算過。我還躺在床上，我正要起來的時候，我還躺在床上滑手機看一下今天 email 什麼 LINE 有沒有東西要處理的時候，嘣，我靠，不誇張，我真的是躺在床上好好的，然後突然就嘣，就那個是上下震的呢，超恐怖。
然後我家水管就爆了，水管爆，噴水噴成這樣，噴到神明桌那邊都好，就4、3大地震。然後公司的群組就是哇，大地震怎麼辦啊？我要搭捷運嘛，捷運當然也停駛嘛。然後我想哇現在是什麼情況？然後花蓮4、3大地震，花蓮非常的慘，然後晚上就有災情傳出來。我現在沒有要調侃他哦，而是我讀到那個資料是說花蓮的4、3大地震哦，經測量啊，花蓮市啊被抬高了25公分。我靠，是哦，是這樣哦。哦，所以板塊擠壓是這樣哦，還真的給他媽擠上去嘞，25公分，25公分很多呢，比我們一節那個階梯都還要高呢，25公分呢，你自己看看你的兩腿之間，那30公分的25公分很高呢，整個花蓮被抬高，哇，那有多大的力量？扯遠了，好，我們回來，就是說在最有錢的時刻，然後房價在最大交屋潮之後啊也沒事的情況下，你說要崩，很奇怪啊，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崩。最後你要知道，會怕就是你買的不夠多哦。我要講幹話咯，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這些想要操控風向的人，是不是自己其實滿手房子，才會故意一直放消息，讓你覺得說台灣房市要崩怎麼樣？結果怎樣？結果就像是這位鄉民講的哦，這 PTT 的截圖就說台北老公寓要崩盤了，講了40年，到現在還沒崩哦，我已經等10幾年了，到底是要崩不崩？這些講崩盤的人哦，手上很多間呢，台北市老公寓啊，用帶風向的方式，怎樣讓自己的競爭對手變少？你看這個新聞標題，房貸違約率持續低檔，法拍創新低，上半年台北市僅拍出31件。來，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哦，因為他說什麼法拍31，這個法拍31件有非常多的討論我講給你聽。如果31件突然多了3件，我跟你說，新聞標題可以怎麼寫？法拍暴增1成，對不對？不過就是多3件而已。然後再來是什麼？再來是那個法拍所有的法拍，這31件的法拍都是因為房貸繳不出來，然後導致被法拍，這個是果。那它的因是什麼？那因絕大部分都不是什麼狀況，絕大部分都是做生意了。做生意周轉啊，安諾都安諾的，甚至裡面還有一些用什麼用法拍來破那個什麼有的沒的高級技法。是這樣子所以不是所有的法拍都是因為哎呀這個我繳不出來了，繳不出來是果它的原因是什麼上班上的好好的繳不出來，不是這樣了那就是我們說2025年了恐怖成這樣，結果房貸違約率最低點，法拍屋的數量創新低什麼情況？好，我就知道你要講什麼你要講新青安寬限期要到了，對不對？所以到時候一定會有那個月薪3萬給他貸1000然後亂貸的情況，然後導致後來銀行排波有沒的情況。好，這些人只要寬限期一到就要爆了。你不要忘了，新青安之前有沒有青安？也有舊青安舊青安的寬限期也是多少？3年啊。那為什麼舊青安給3年的寬限期跑了7年都沒事，然後你覺得新青安給3年寬限期，然後出來就直接要爆？這邏輯上說不通啊。法拍創新低有舊青安的成分在裡面呢。哎呀，反正新青安5年不是每個人都5年啊，絕大部分也是3年而已啊。3年從新青安到現在2026要開始了啊。對啊，然後法拍又有那個現象叫做你只要增加個位數，每個縣市增加個位數，媒體就會寫成法拍暴增1成2成，奇怪，邏輯上說不通。它是要怎麼動搖這整個市場，整個中古屋的盤面，更遑論還有那個新成屋交屋。你自己去看那個買賣移轉棟數，這每個月都好幾千呢結果你跟法拍上半年總共加起來31，這不很奇怪嗎？所以不要忘了，現在台灣人絕對是怎樣，比2016的台灣人，10年前的台灣人還要有錢很多的，因為那個台股好，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你認為交屋潮會讓2026的房市崩盤嗎？我個人認為難度很高除非 Trump 又突然來了一次莫名其妙關稅戰，什麼外星人什麼，然後台灣關稅直接噴到100%。不過目前看起來還好他看起來意氣用事他自己國會不是也反他嗎？然後他又追加了一下，我不知道那2025這個關卡我們都過了，就過了關稅那台股血星7日莫忘台股血星7日，清明連假大家關廁所，關完出來直接大盤都可以跌停亮燈了。然後2025最大交屋潮銀行要排波排波再加最大交屋潮，你看我們都過了，過關了你覺得2026年這個版本已經輕鬆很多了，然後還要出大事，這怪怪的，真的是怪怪的。我沒有說它一定不會發生突然來個超大地震，然後台灣直接從中間裂成2半，那就大家都不用玩。
我沒有說這個東西一定不會發生哦，我只是認為說現在要講台灣房價要崩，這是硬講，真的是硬講。那我也未看先猜，等2026年快年底的時候，就會冒出什麼？就會冒出2027的最大交屋潮安啊，反正都這樣啊。但有一點啊，有沒有需要擔心？有哦，有一點你需要擔心哦，就是你手上的房子夠不夠多嘛？就這樣嘛。如果你會擔心房市不好哦，那就是你的錢不夠多。游庭皓就講股票，然後一直開車，毛起來開車。之前直播不是講過一個幹話，就資產1億的都在想着怎麼減稅，資產1000萬的就是講着怎麼帶團隊，偶爾買奢侈品，出國旅遊。然後資產100萬到200萬的會拼命研究怎麼賺錢。那資產50萬的人就厲害哦，他可能是什麼？他可能是國際刑事專家，他可能是核能專業研究員，他可能是司法評論家，然後現在還要多一個身份他可能是什麼？房地產專家能夠精準看出房市漲跌。都這樣啊，那個資產越低，收入越低，越關心國家跟天下大事，然後資產越高的關心自己的團隊這個項目的推進，然後最近怎麼樣？我想問你，那你是要當資產1億的，還是資產50萬的？就這樣講完啦。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的2026的交屋潮會不會造成房市崩盤這個熱門話題。那我也先分享了內政部的數據。預估2026到2028會引來36萬戶的預售交屋，你要相信這個數字我們也只能相信這個數字，因為史照他在發的，你知道，並且指出媒體會操作數據的手法大概是長怎樣，就殺人標題我也帶你回顧了去年央行怎麼應對這個問題，事實上是如此嚴峻之狀況，房地產的施政上的地獄級難度副本都沒有帶來什麼問題，然後也沒有第8波信用管制2025年的房貸違約率跟法拍屋數量居然都還在低點，違約率跟法拍屋數量這個都有舊青安跟新青安第一批什麼2年寬限3年寬限的到期的人在貢獻，結果還是低點。結論就是我認為在種種這個情況之下，2026的交屋潮不會讓房市崩盤的啦。真正需要擔心的應該是你手上有沒有足夠多間的房子來共同抵禦這個風險，而不是說市場那種恐慌訊息。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2026的預售交屋潮會有很多人解約嗎？A 不會，台灣人很有錢的B 會，因為限貸令的陰影猶在。C 不會，政府會出來救。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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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
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那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也不只說2026到2028，我個人認為未來10年，我講10年是比較保守，這個要我往後講我都敢未來10年不會再出現比2025更龐大的交屋潮了，不會我說的新房子的數量供應會嚴重的不足，依然不足。這是因為什麼？這是因為蓋房子要時間啊，真的要時間啊所以2025交屋潮就是那個14.4萬這麼龐大的交屋潮，這請問什麼時候蓋的房子這個都是2020到2023去蓋，我講2023它蓋了2年很快，這已經很快了吧都是2020到2023賣出去的房子。請問那時候有這麼多信用管制嗎？罵到第7波然後再還有什麼平均地權條例，尤其是這個平均地權條例，我跟你說，我們現在都在講信用管制，對不对你稍微研究一下平均地權條例，你就知道，哇靠，這個平均地權條例打誰？打建商，非常非常影響建商。我剛剛提到的2020、2021、2022這個時間市場中都還有什麼中小型建商的空間都有大家都還在走跳，都還可以做。結果你看現在呢，這種平均地權條例然後這個第7波信用管制這樣打下來，現在只剩下大型建商還有能力持續列地加推案呢。這個是打建商也打消費者呢，信用管制打到消費者第255層然後豪宅線什麼豪宅線很久，這個我們不提了。可是平均地權條例是打建商的，打建商的燃料供給呢什麼餘屋不能貸款啊之類的。結果你看現在真的是只剩下大型建商還有能力持續在那邊列地加推案的中小型建商怎麼辦資金真的是隨時會斷裂的程度，就不做了，沒辦法做了。再加上危老都更的時程獎勵不斷的縮短，危老都更的時程獎勵這很有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所以我認為未來10年不會再有1年的成屋的交屋數量會大於2025了。我亂講假設2029要超過，但你現在就應該要解放，讓這些中小型建商都回歸到市場，毛起來蓋，去湊那個戶數，現在就沒有嘛。現在除非就是政令突然大解禁，未來幾年突然來個大解禁，然後大家就又重回市場，又有辦法繼續蓋之類的，有可能嗎？我個人認為不太可能，因為這都是要修法的事情事實上就是怎樣？事實上就是現在房地產的版本環境已經不一樣了，那個遊戲已經更新了，你知道？所以以前的強勢英雄、強勢的做法，現在已經不一樣了。以前做房地產多舒服啊，沒有第255層，沒有豪宅線。我講的以前可以很以前甚至沒有實價登錄現在什麼管制都來了，還加上了什麼？還加上了社會上憑空多出數萬戶社會住宅來做你的對手。什麼對手？租客的對手啊，那個住進社宅3年你基本可以預期的6年之內他不會買房子，就這樣嘛。對啊，以前沒有在社宅的時候，就是大家沒辦法被租被趕或什麼都要買房子，現在憑空去多了數萬戶去把你鎖起來鎖起來這些買方建商供應的那一端他怎麼看？對啊，所以未來我個人認為不會再有2025這樣子龐大的交屋潮，這龐大也沒多龐大，14.4萬而已我說的換句話說，新房的供應更加不足。你知道台灣現在有多誇張嗎？全台灣現在30年以上的老屋的數量的總戶數30年屋齡30就是政府眼中的老屋內政部眼中的老屋，屋齡30年以上總共有多少？554萬5854戶554萬，占台灣總住宅數量的幾成？59%。我靠，台灣6成的房子都30年了，那你20年了，你10年了，所以你現在能住到全新剛交屋的房子，你超厲害的，你知道嗎？你超稀有的人你可能是這個房地產裡頭的前1%的人你才做得到然後每過1年，你看我們不是剛過一個跨年嗎？新年也過了嗎？然後這554萬5854戶所有都繼續加1，然後又有新的，它又會超過554萬戶。為什麼？因為一大批10幾萬戶29年的
然後突然又加1，又變30了，然後又被統計到了，就這樣呢，很恐怖呢。好，這個台灣哦，全台灣的平均屋齡已經來到多少？34.1年，這是統計有史以來的歷史新高。而且我告訴你，以後每年統計，每年都是歷史新高，500多萬戶。好，然後你現在單年最大交屋潮14.4，這還是最大交屋潮，稀釋不了，你知道，杯水車薪。所以版本就變了啦。我們現在就是處於一個新房子嚴重供給不足的環境的版本，所有的房子都在变得更老。那你再加上信用管制再加上買來至少要放5年房地合一 2.0 你再加上这個至少要放5年才划算的情況之下，換句話說，一間房子被買了一交屋了，它會鎖在市場中5年不出來呢。你那個一交屋你就賣，你知道誰賺最多嗎？政府賺最多，因為房地合一第一年 45%， 就這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繼續選擇自產高雄市的蛋黃區，我看得見工作跟消費的蛋黃區30年內的中古屋就好了啦。我求的不是漲幅最大而是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就重大建設了重大建設讓我看得見工作機會，讓我看得見高級的消費那我就敢自產在那邊，然後我在自產30年內以後就變30年以上，以上就以上咯，就這樣咯反正我在蛋黃區地段足夠好，可以無視屋齡，大概就是這樣咯，這是我的做法，我給你參考。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